大晋王朝选秀大典刚过，末等更衣沈清燕拖着单薄宫装，被随意指去了冷宫隔壁的贤竹院。旁人入宫都盼着攀龙附凤，争宠上位，唯有他刚入宫便摸出随身藏的古钱，给自己算了一卦。这贤竹院偏僻破旧，院墙斑驳，离后宫繁华的隔着老远。卦象出来了，大吉大利，啥也不干，躺着就能赢。这后宫的风风雨雨，跟我沈清燕半毛钱关系没有。这咸鱼我当定了。小主，您刚入宫就被分到这破地方，连件厚实的衣裳都没有，这粥更是连点米星都少见，往后可怎么过啊？急什么？躺着就有好日子，咱们不抢不争，谁也碍不着谁，饿不死就行，先睡一觉，补补精神。沈清燕说完，便一头栽倒在铺着干草的硬板床上，她一概不闻不问，睡得安稳又踏实。没过半个时辰，小宫女又端来一盘草料似的青菜。沈更衣，今日午膳，快吃吧，别挑拣。不是吧？这是把喂兔子的草给我送来了，再这么吃下去，我脸都要吃绿了。这唯一的烦恼就是范氏太敷衍，连口热乎的荤腥都见不着。多谢姐姐送来，我们小主刚歇下，这就用膳。一个被丢在贤竹院的弃子，还想挑三拣四，做梦呢。小宫女走后，沈清燕又躺回床上，压根没动那盘青菜。既然卦象说躺着能赢，那就继续睡。她自安然躺平。院外的喧嚣越来越近，似乎有大批工人在四处搜寻，吵得她耳根不得清净。吵死了，能不能让人清静会儿？再吵我可要骂人了，好好的午觉都睡不成。这阵喧闹正是苏玉淑贵妃丢了视若珍宝的波斯猫，全宫上下鸡飞狗跳，四处搜寻，一场无心的机缘即将打破她的闲余日子。苏贵妃的波斯猫丢了整整1个时辰，这位骄纵的贵妃娘娘在御花园大发雷霆，砸了不少瓷器，身边宫人吓得瑟瑟发抖，都说这猫怕是被邪祟拐走了，全宫上下人心惶惶。搜寻的队伍一路吵到贤竹院，脚步声杂乱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彻底把睡梦中的沈清燕吵醒。她顶着一头乱发，满脸不耐地坐起身，心里的火气蹭蹭往上冒。都仔细搜，贵妃娘娘的玉猫应是藏在这破院子里，听说这院子里的沈更衣邪性的很，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。别翻了，我的东西都快被你们翻乱了，吵了我半天，不就是丢了只喵吗？你一个末等更衣也敢管贵妃娘娘的事，疯疯癫癫的，懂什么？去花园东南角假山第3层石头缝里看看，猫就在那躲着，别在我这吵了。这疯子说什么胡话？假山那么多地方，谁会信你？一个被丢在冷宫边上的人，也敢妄言贵妃娘娘的事？爱信不信，反正我话说完了，再吵我可就生气了。管事嬷嬷半信半疑，实在没法子，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带着工人赶往假山处。没过半炷香的功夫，一名宫女指着假山第3层的一处石缝，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。众人果然在指定的石缝里找到了那只波斯猫，猫身上干干净净，正缩在里面睡觉。消息传回苏贵妃耳朵里，她又惊又疑，没想到这贤竹院里的末等更衣竟然真有这般本事。哦，竟真被他说中了，倒是个有意思的人，也算本宫谢他了。香气扑鼻，这是沈清燕入宫以来第一次吃到荤腥。青叶欢天喜地地端着午膳回来。小主您快看，御膳房送了鸡腿来，说是苏贵妃特意赏的，您算得太准了。不错，算卦换鸡腿，这买卖划算。看来这苏贵妃还算讲究，没白让我开口。以后要是天天有人拿好吃的换卦，这闲余日子倒也能过。沈清燕啃着鸡腿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她越发坚信自己的卦象，躺着不动，自有好处上门。啃完鸡腿，她擦了擦手，又躺回硬板床上，继续睡午觉，全然没把苏贵妃的赏赐放在心上，只当是额外的口福。后宫的风声也开始悄悄朝着她这边飘来。苏贵妃赏了鸡腿之后，本以为这是就此翻篇，可没过2日，她寝宫门前精心养护的10几盆名贵牡丹，竟然一夜之间全部枯萎，花瓣落了一地，根茎发黑，毫无挽救余地。苏贵妃看着这片狼藉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认定是有人暗中使坏。第一个怀疑的便是之前算出玉猫位置的沈清燕，觉得她是个会邪术的妖女。苏贵妃带着一众宫人怒气冲冲闯进贤竹院。沈清燕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本宫的牡丹一夜尽毁，定是你用了邪术诅咒。你这个妖女，好大的胆子！又来了，真不让人消停。娘娘，我正忙着研究蚂蚁搬家呢，没空搞这些鬼把戏。您的牡丹枯了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还敢狡辩！
除了你这闲竹院的妖女，谁还有这本事？贵妃娘娘饶命，我们小主真的没有害人，求您明察。娘娘息怒，您那牡丹花坛西南角花根底下3尺，埋了个扎针的布偶小人，挖出来便知是谁干的。我可没那闲工夫害您的花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挖！太监们不敢耽搁，拿着铁锹直奔苏贵妃寝宫花坛，按照沈清燕说的位置往下挖，刚挖到3尺深，果然挖出一个红不扎的小人，小人身上扎满了银针，胸口还贴着一张写着生辰8字的黄纸。苏贵妃拿到布偶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立刻追问这生辰8字是谁的。这生辰8字是娘娘宫中一位贴身宫女的，那宫女穿绿裙子，左眉毛上有一颗黑痣，就是她干的。众人目光齐刷刷看向苏贵妃身后的宫女绿鞘。不是我，贵妃娘娘饶命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有人逼我的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竟敢在本宫宫中藏巫蛊之物？是贤妃娘娘，是她让我潜伏在娘娘身边，伺机陷害娘娘，毁了娘娘的牡丹，断娘娘的运势。苏贵妃又惊又怒，立刻让人把绿鞘关押起来，同时上报皇上，揪出了潜伏在身边多年的对头眼线。经此一事，苏贵妃对沈清燕彻底改观，再也不敢轻视她，而沈清燕的日子也彻底好了起来。小主，您快看，御膳房今日送的饭菜太丰盛了，说是苏贵妃特意吩咐的，以后咱们的份例全都升级了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嘛，2荤1素还有点心，这波不亏。要是天天都有人来找我算卦换好吃的，那就更好了。不过还是睡觉重要，吃饱了就睡，美滋滋。沈清燕能掐会算的消息渐渐在后宫传开，有人说她是蒙的，有人说她是真有玄术。闲竹院再也不是无人问津的破院子。中宫柳皇后常年被头风病困扰，每到阴雨天便头疼欲裂，御医们束手无策。这头风病反反复复，折磨本宫多年，难道本宫就要被这病缠一辈子吗？娘娘，奴婢听说沈更衣懂些玄门之术，或许他能有法子，奴婢去请他过来看看。罢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去请他吧，态度恭敬些，别怠慢了。张嬷嬷不敢耽搁，立刻赶往闲竹院。此时沈清燕正悠闲地啃着苹果，见张嬷嬷前来，沈清燕也不起身。沈更衣，皇后娘娘头风病发作，还请您移步凤仪宫，帮娘娘看看。头风病啊，简单，皇后娘娘枕头底下压了一块刻着莲花的羊脂玉，那玉吸了浊气，才引得头风反复。把那玉拿出来，扔到御花园的荷花池里，头风自然就好了。沈更衣，这玉是娘娘的陪嫁，真是这玉的问题？爱信不信，照做就行，我还要睡觉。张嬷嬷满腹狐疑地回到凤仪宫，果然在皇后枕头底下找到了那块莲花玉。她咬咬牙，让人把玉扔去了荷花池。莲花玉被抛入荷花池中，激起一圈涟漪。没过1个时辰，柳皇后只觉得额头一阵轻松，缠了她多年的头风病竟然彻底消失了。奇了，真是奇了，本宫的头不疼了，浑身都爽利，这沈更衣果然有真本事。恭喜娘娘康复，这都是沈更衣的功劳。快去库房拿1匹葡萄紫缎，3枚东海珍珠，好好赏赐沈更衣，按贵人等级发放。赏赐很快送到闲竹院，摆了一桌子。青叶激动得不知所措，沈清燕看着这些赏赐，却只关心饭食。这些东西又不能吃，还是燕窝粥实在。看来这小破院要热闹起来了，饭菜也开了挂，就是不知道这咸鱼躺平的日子还能过多久。柳皇后康复后，沈清燕在后宫的地位彻底不同了，连带着闲竹院的宫人都不敢再怠慢，每日饭食丰盛。苏贵妃看着沈清燕日渐受重视，眼神复杂，她一直渴望为皇上诞下龙子，稳固自己的地位。沈更衣如今可是后宫的大红人，连皇后娘娘都对你另眼相看，真是厉害。贵妃娘娘过奖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妹妹能掐会算，不如帮本宫算算，本宫何时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？沈清燕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问题刁钻又恶毒。贵妃娘娘，皇嗣之事关乎国运，臣女不敢妄算。你要不先找太医好好诊脉，调理身体，比算卦更实在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本宫身体有问题，还是不肯帮本宫？娘娘身上这熏香是南疆进贡的蜜合香，里面掺了蛇红花粉，这花粉性凉，损伤气血，怕是不太容易有孕，娘娘还是少用为好。苏贵妃听完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眼神凶狠。好你个沈清燕，竟敢在本宫的香粉里下毒，意图谋害本宫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是他，
是他指使奴婢在香粉里加东西的，奴婢也是被逼的。我没有下毒，你们急什么？我只是想提醒娘娘，这蜜合香虽好，可配上你每日必饮的雪山参茶，一寒一热，寒热相冲，久积成毒，这才是您难以有孕的根源，跟旁人无关。胡说八道，御医都没说过，你一个乡野出身的更衣，也敢胡言乱语。传御医。御医赶来，只查了香粉，说里面只是普通花粉，最多起红疹，并无毒性。苏贵妃更加认定沈清燕狡辩。娘娘最近是不是夜里盗汗？晨起心口烦闷，月事也不准时，这都是寒热相冲的症状。御医只查香粉，不查你每日喝的参茶，自然查不出根源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真正害您的是您自己的习惯，不是旁人。苏贵妃如梦初醒，立刻让人停了雪山参茶，赶走了搬弄是非的贴身宫女，再也不敢为难沈清燕。第二天便告病闭门不出，而沈清燕的饭食再次升级，多了一盅皇后特意赏的燕窝，日子越发舒坦。苏贵妃闭门不出后，后宫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二皇子突发昏迷，高烧不退，御医束手无策。皇上萧景恒震怒，下令彻查，务必找出缘由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小太监突然出面指证，说前几日亲眼看见沈清燕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，形迹可疑，定是他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子。彻查，立刻去御书房墙角搜查，若是真有巫蛊之物，绝不姑息。禁卫军立刻赶往御书房墙角，一番挖掘之后，果然挖出一个桐木小人，上面刻着生辰八字，众人哗然。巫蛊验圣乃是宫中大忌，更何况是谋害皇子。沈清燕被带到养心殿，面对满殿威压，她依旧神色淡然，没有丝毫惧意。陛下，罪证确凿，在御书房墙角挖出巫蛊小人，正是沈清燕所为。沈氏巫蛊验圣，谋害皇子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不知罪，这桐木小人不是我的，上面刻的生辰八字是错的。哦，错在何处？二皇子生辰八字乃是丙寅年丁卯月戊戌日庚申时，可这小人上刻的是丙寅年丁卯月戊戌日庚午时，单单错了一个时辰，真正的巫蛊怎会刻错生辰？这分明是栽赃陷害。皇上立刻让太监核对皇子生辰册，果然如沈清燕所说，小人上的生辰错了一个时辰，满殿哗然，诬陷的小太监吓得脸色惨白。陛下，他分明是狡辩，故意刻错生辰，妄图脱罪。你说看见我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是哪天？什么时辰？3天前有时。3天前有时，我在冷宫后面的废井边帮李云熙美人找她掉下去的金簪。当时在场的有内务府张嬷嬷，还有巡逻经过的禁卫军王虎队长。皇上派人一问便知。皇上立刻传张嬷嬷和王虎前来，两人一致作证，沈清燕当时确实在废井边，从未去过御书房。栽赃之计彻底败露，小太监被拖下去杖毙，幕后指使的苏贵妃被皇上下令禁足半年。沈氏，你倒是很会算，连正皇子的生辰都记得如此清楚。回陛下，不是算的，二殿下满月时内务府造册登记，臣女恰好路过，瞄了一眼，臣女记性好，没办法。罢了，只要不是巫蛊就好，你起来吧。萧景恒的目光始终落在他身上，若有所思。巫蛊一案过后，皇上萧景恒对沈清燕的印象彻底改观，他不贪权，不恋宠，无欲无求，性子懒散却聪慧通透。沈清燕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清燕性情温婉，聪慧机敏，特进为才人，迁居乾坤宫偏殿，亲此。啊，迁居乾坤宫偏殿，不去行不行？我觉得这闲竹院挺好的，清静，没人吵，我住习惯了。我的小主爱，乾坤宫偏殿那是何等尊贵的地方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去，您可别为难奴才了，圣意难为啊。小主，皇上这是看中您，咱们就去吧。乾坤宫偏殿肯定比这破院子舒服多了。罢了罢了，皇命难违，去就去吧，希望别太吵。沈清燕被迫搬进乾坤宫偏殿，这里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熏香暖软，铺着厚厚的绒毯，桌椅都是名贵木料打造，可沈清燕却浑身不自在，就像一条自由自在的咸鱼，被强行捞进了精致的金鱼缸，处处拘束，半点不舒服。这地方也太讲究了，床太软，熏香太浓，走路都怕摔着，还是闲竹院的硬板床舒服自在。小主，这是福气，多少人羡慕不来呢。皇上萧景恒偶尔会来乾坤宫偏殿，
两人互不打扰。沈才人在偏殿住的还习惯？回陛下，还行，就是床太软，睡得腰疼，还是硬板床好。你倒是与众不同，旁人都盼着荣华富贵，你反倒偏爱破旧小院。唉，闲余日子被打乱了，以后不能随便躺着了。皇上渐渐把沈清燕当成了后宫里的一处净土，一个让他觉得安心的存在。皇上萧景恒越发觉得沈清燕与众不同，她看似懒散，却暗藏大智慧，能看透旁人看不透的事，心里渐渐起了念头，想让她测算国运。这日，皇上特意召沈清燕前往养心殿，殿内太监宫女全都平退左右，气氛肃穆。沈清燕心里隐隐觉得不妙，却还是只能奉旨前往。沈清燕，你懂卦象卜算，朕想让你给朕算一卦，算算大晋的江山国运如何？回陛下，臣女不敢算，国运乃是天机，测算国运必折寿。臣女还想多吃几年御膳房的狮子头、桂花糕，想早早折寿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那不算国运，算算朕能活多久总可以吧？皇上这句话一出，殿外伺候的太监宫女瞬间全都跪倒在地。测算帝王寿命乃是宫中大忌，稍有不慎就是杀头之罪。殿内瞬间安静的可怕，若真可闻。沈清燕心里直呼要命，这问题比测算国运还要凶险。陛下若真想算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挂金要1000两黄金，概不赊账，少一文都不算。哈哈哈哈，好一个沈清燕，胆子够大，竟敢跟朕要千金挂金，有趣，实在有趣。皇上笑了许久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沈清燕性子直率，不卑不亢，格外难得。罢了，朕不逼你了，你回去吧，在偏殿好好待着，想吃什么让御膳房做。谢陛下，臣女告退。沈清燕快步离开养心殿，走出老远才松了一口气，心里暗暗庆幸又躲过一劫。经此一事，后宫的风向彻底变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沈才人深得皇上偏爱，连皇上都敢拒绝，却依旧安然无恙，再也没人敢来找他算卦，也没人敢轻易招惹他。太好了，终于没人来烦我了。以后每天最大的烦恼就是中午吃红烧肉还是糖醋排骨，这日子才叫舒坦，闲余生活又回来了。沈清燕成了后宫里最特殊的存在，有名无分，却无人敢惹，日子过得平淡又安逸，就像加了蜜的白水，甜滋滋的，没有半点烦恼。她彻底沉浸在这种吃饱睡好的日子里，乐在其中。平静安逸的日子没多久，大晋朝遭遇了100年难遇的天灾，南境大旱，赤地千里，田地干裂，颗粒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沦为流民。朝廷接连下发3道赈灾粮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钦天监夜观星象，反复测算，始终找不到旱情根源，民间渐渐怨声载道，说是天子失德引来天罚。前朝大臣也为此争论不休，朝堂乱作一团。养心殿内，主战的大臣要求出兵镇压流民。陛下，流民四起，恐生祸乱，臣以为当出兵镇压，以儆效尤。主和的大臣要求加税赈灾。不可，百姓因大旱流离失所，并非有意作乱，当加税赈灾。够了，吵了数日，就没有一个可行的法子吗？一群废物！皇上连日不眠不休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，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里。皇上心烦意乱，深夜独自来到乾坤宫偏殿。此时沈清燕正吃得香甜，完全不受外界纷乱影响。沈清燕，南境大旱，流民四起，民间都说是朕失德引来的天罚，你说这天灾真是朕的过错吗？天灾就是天灾，跟人有什么关系？人还能管住老天爷下不下雨不成？那些大臣和钦天监要是真会看天，早算出哪天下雨了。依你看，这天灾该如何化解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老天爷不下雨，自然是有地方惹得他不高兴了。陛下想想，是不是有人在人家门口挖大坑，倒臭水？你的意思是，南境旱情并非单纯天灾，而是人为所致？臣女可没说，就是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陛下派人查查南境山川地形，有没有人私改水利，便知分晓。皇上恍然大悟，立刻秘密派出3路心腹，直奔南境，重点查探当地水利和山川变动。半个月后，800里加急密报送回京城。陛下，南境密报，当地豪强仗着家世，私自修筑拦河石坝，截断苍兰江70%水流，灌溉自家良田，导致下游断流，大旱加剧。这豪强是苏平的远房表亲。好一个苏家和豪强，竟敢罔顾百姓死活，祸乱国本！传旨，豪强抄家下狱，苏平褫夺封号，降为更衣。
禁足1年。南境苍兰江上，青灰巨石筑成的大坝横江而立，石坝两岸，一边是干裂河床，一边是粼粼蓄水，芙蓉泾渭分明。皇上的旨意火速传往南境，作恶的豪强被抄家下狱，拦河石坝被彻底拆除，苍兰江水流恢复通畅，下游10几个州县重新迎来水源。没过1个月，南境普降甘霖，连绵细雨下了数日，旱情彻底缓解，流民纷纷归乡，重建家园。一场可能动摇国本的大祸，就这样被沈清燕随口一句话消弭于无形。前朝后宫全都对沈清燕刮目相看，皇上更是对她信任有加，特意设下小宴，只宴请沈清燕一人。沈清燕，这次南境大旱你立了大功，化解了国难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朕都答应你。陛下，别的赏赐臣女都不要，就想求陛下把偏殿这张紫檀木软床换成臣女之前在闲竹院的硬板床，这软床太软，臣女睡得腰疼，实在不舒服。你真是朕见过最奇葩的女子，别人都求荣华富贵，权势位分，你反倒求一张硬板床。罢了，朕准了，明日就让人给你换。谢陛下，这就是臣女最想要的赏赐。小宴过后，皇上对沈清燕的偏爱更甚，御膳房变着花样给她做各种美食，绫罗绸缎、珠宝珍玩流水般送往乾坤宫偏殿，库房堆得满满当当。可沈清燕对这些赏赐毫不在意。小主，您现在可是皇上跟前最得宠的人，这些宝贝够咱们用一辈子了。宝贝又不能吃，还是硬板床舒服，吃饱了就睡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后可别再出什么大乱子了，就让我安安静静当条咸鱼吧。皇上看沈清燕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有时像看一个解不开的谜题，有时又带着无奈的笑意，越发觉得她难得。没过几日，皇上再次下旨，将乾坤宫偏殿旁的独立院落赐给沈清燕。沈清燕终于不用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晃悠，乐得清闲。还是这里好，清静，没人吵，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，这才是咸鱼的终极梦想啊！之前的担惊受怕总算都过去了。沈清燕在静安居彻底过上了与世无争的日子，皇上偶尔会过来坐坐，两人依旧无话，却格外和谐。金秋围猎乃是皇家惯例，皇上携后宫妃嫔与文武重臣前往，众人争宠，唯沈清燕被强行点名随行，全程满脸抗拒。小主，您再忍忍，陛下猎完鹿就能回宫了。早知道就装病不来了，吵得人睡不好，肚子还饿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再不吃东西，我都要睡饿晕了。这沈才人也太怪异了，旁人都争着往前凑，不过是个侥幸得了陛下几句青睐的闲人，上不得台面。众人话音刚落，密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狂奔声。陛下遇险！密林深处突现吊睛白额猛虎。看台上的妃嫔们吓得花容失色，文武官员们也乱作一团。萧景恒左臂被虎爪划伤，死死盯着前方。猛虎在距离萧景恒数步之遥的地面上，身体蓄势待发。孽畜，朕倒要看看你有多凶悍！猛虎低吼一声，后腿猛地发力，朝着萧景恒径直扑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沈清燕突然起身，冲到密林边缘。沈清燕，退回去！此处凶险，岂是你一介妃嫔能来的地方？沈才人，危险，莫要添乱！沈清燕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，紧紧攥在手里。都别出声，别惊扰猛虎，往我指的这里扔石块，快！禁卫军侍卫迅速捡起地上的石块，合力将石块扔向隐蔽的就捕猎陷阱。猛虎被声响吸引，瞬间调转方向扑过去，刚好踩中就捕猎陷阱，庞大身躯直直坠下。吓死我了！早知道这么玩命，说什么都不来，这觉没睡成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，亏大了。你倒是胆大，不怕这猛虎伤了你？陛下要是没了，御膳房的好吃的就没我的份了，这买卖不划算。再说我也算到此处有救陷阱。沈清燕救驾有功，聪慧果敢，即刻晋封贤嫔。又晋封，还住主院，人多吵闹，觉都睡不安稳。黄金锦缎又不能吃，还不如多赏2只烤鸡。皇上将他的嘟囔听在耳中，笑意更浓。围猎仓促结束，沈清燕救驾晋封的消息瞬间传遍皇宫，原本轻视他的人尽数收敛了心思。晋封贤嫔的圣旨下达不过半日，内务府便火速派人打理静安居主院，宫人丫鬟也配齐了8位。旁人求不来的尊贵待遇落在沈清燕手里，反倒成了烦恼。她满脸不自在，一心怀念偏院的硬板床和清静。贤嫔小主，主院已收拾妥当，陈设按最高品级备的，您看看还有何不满？
这床太软了，睡得腰疼，把我之前的硬板床搬过来。这么多工人站着，看着眼晕，没事都别在我院子里晃悠，我要睡觉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安排。小主，旁人进风都欢天喜地，就您愁眉苦脸。主院这么舒服，多少人羡慕呢？舒服什么？人多就吵，吵了就睡不好，睡不好就没胃口，没胃口就亏了。我就想安安静静吃饭睡觉，怎么这么难？正说着，御膳房派人送来满满一桌膳食，红烧鹿肉、水晶肘子、桂花糖糕、银耳燕窝粥，全是沈清燕之前提过爱吃的菜式，香气扑鼻，瞬间冲淡了她的愁绪。咸嫔小主，这是陛下特意吩咐的，往后您宫里的膳食，想吃什么直接说。还是陛下懂我，这膳食比封赏实在多了。行了，你们退下吧，我要用膳了。沈清燕甩开所有拘束，大口吃饭，满心满足。刚吃完饭就打算回屋补觉，没想到皇上萧景恒竟独自来到静安居。小主，陛下驾临。臣女参见陛下。朕刚处理完猎场事宜，过来看看你，倒是打扰你睡觉了。没有，是臣女的福气，都是刚吃饱，犯困。猎场之事，你不必刻意低调，往后有朕护着，没人敢欺你。谢陛下，臣女没别的心愿，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不掺和任何事。萧景恒看着他这副咸鱼模样，非但不反感，反倒觉得舒心。临走前特意叮嘱工人，不许随意打扰咸嫔歇息。沈清燕等皇上一走，立刻扑回床上，蒙头大睡，总算找回了一点咸鱼的快乐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份清静很快就被后宫的嫉妒打破了。沈清燕晋升咸嫔，还得了皇上独一份的偏爱，这彻底刺痛了宠冠后宫多年的夏贵妃。她暗中盘算着要给沈清燕使绊子，要让她在皇上面前出丑，彻底失宠。小主，夏贵妃派人传话，中秋御花园小宴，您必须去。不去行不行？就说我病了。不行啊，小主，不去就是抗旨，会惹陛下生气的。行吧，去就去，别给我打扮得太花哨。沈清燕走到窗边，眼神中透着一丝不情愿。中秋小宴当日，妃嫔尽数到场。沈清燕悄悄躲在角落，埋头吃月饼。可夏贵妃压根不想放过她。咸嫔妹妹深得陛下喜爱，不如给大家献艺一段。是啊，咸嫔妹妹露一手吧。我不会跳舞，不会弹琴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妹妹这是不给皇后和陛下面子吗？气氛瞬间尴尬，众人都等着看她出丑。沈清燕心里无奈，摸出随身带的3枚古钱。臣女别的不会，就会算卦。甚好，咸嫔有心了，本宫正想算一算。沈清燕随手抛了古钱，看了一眼卦象。娘娘头风之症，近日会彻底好转。宫中窗台下的旧瓷瓶积了浊气，挪走便好。萧景恒剑眉微挑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，看向沈清燕的眼神越发偏爱。咸嫔聪慧，赏蜜制月饼10盒。夏贵妃脸色铁青，妒火更盛。沈清燕拿着月饼，满脸开心，心里只觉得还好不用献艺，不亏。柳皇后派人查看，果然在窗台下发现一个积满灰尘的旧瓷瓶。挪走后次日，头风竟真的不再发作。唯有夏贵妃不甘心，暗中筹划着更狠的计谋，想要彻底扳倒沈清燕。中秋宴后，夏贵妃对沈清燕起了杀心，仗家世撑腰，她铤而走险，重拾巫蛊验圣之术，暗中命人扎了沈清燕生辰8字小人，偷偷埋在静安居花坛，诅咒她失宠暴毙。她自以为隐秘，避开所有眼线，却忘了沈清燕擅长卜算，更忘了巫蛊乃宫中大忌，事发株连甚广。而沈清燕对此毫不知情，依旧过着吃饭睡觉的闲鱼日子，压根没察觉到身边的凶险。小主，不好了，花坛底下挖出这个，是巫蛊小人。又是这招，能不能换个新的？烦不烦？小主，这可是杀头大罪，是谁陷害您啊？万一被皇上发现，咱们百口莫辩。慌什么？又不是我做的。我算过，这东西从夏贵妃宫里流出，她做了亏心事，早晚会露出马脚。咱们不用声张，把东西交给陛下就行。沈清燕让青叶拿着巫蛊小人，直接前往养心殿面圣。她没有丝毫隐瞒，如实说出挖出小人经过，顺带说出卦象指向夏贵妃。萧景恒对夏贵妃争风吃醋不满，得知她触碰巫蛊大忌，瞬间震怒，彻底搜查夏贵妃寝宫，但凡找到相关物件，一律带回，不许包庇。当即下令禁卫军搜查夏贵妃寝宫。夏贵妃坐在梳妆台前，焦躁不安。陛下怎能轻信咸嫔一面之词？是他陷害本宫，巫蛊之事与本宫无关。禁卫军搜查半截香时间，
在夏贵妃寝宫梳妆台暗格内找到巫蛊材料和布偶，证据确凿。夏贵妃面如死灰，无法狡辩。内务府张嬷嬷作证，曾看到夏贵妃贴身宫女偷偷出入静安居，形迹可疑。陛下饶命，是贵妃娘娘吩咐奴婢做的，奴婢不敢不从。娘娘嫉妒贤嫔小主得宠，才出此下策。不是的，是沈清燕妖言惑众，陷害本宫。陛下，您一向宠信臣妾，饶了臣妾这一次吧。巫蛊厌胜，触犯宫规，祸乱后宫，念你夏家祖辈有功，免去死罪，废去贵妃位分，降为更衣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宫。夏家子弟官降3级，以示惩戒。旨意下达，夏贵妃被宫人拖走，昔日宠妃一夜沦为冷宫废妃，彻底退出后宫争斗。后宫众人心惊，无人再敢招惹沈清燕，毕竟连夏贵妃都在了，自食恶果。沈清燕全程未参与，被动上交证据，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咸鱼模样。总算清静了，以后没人烦我，能好好睡觉了。这巫蛊之事吃力不讨好，何苦呢？小主，这都是您福大命大，陛下也信任您，以后咱们宫里就彻底安稳了。夏贵妃被打入冷宫后，后宫彻底恢复平静。柳皇后看透宫廷尔虞我诈，思虑再三，臣妾恳请陛下废黜臣妾后位，并立贤后。贤嫔沈清燕心性纯良，深得民心，堪当中宫大人。皇后深明大义，朕准奏。沈清燕性子闲散，朕需亲自去问她。萧景恒即刻前往静安居，此时沈清燕正在御花园草地上晒太阳，看着她睡得香甜，满心都是温柔。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臣女失礼了。清燕皇后主动请辞，举荐你为中宫皇后。陛下，臣女不愿意，太麻烦了。朕知道你懒散，无需你费心打理，你只需占着中宫之位，安稳度日。真的不用我管事，不用我天天早起应酬。朕保证，你只管做你的咸鱼皇后。臣女愿意。3日后，皇上颁下圣旨，册立贤嫔沈清燕为皇后。册封大典当日，沈清燕全程昏昏欲睡。回到凤仪宫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硬板床搬过来，然后瘫在床上补觉。参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没事都回去吧，别吵我睡觉。众妃嫔面面相觑，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。自此，大晋朝迎来了最特殊的一位皇后。她不爱权势，不爱争宠，一心只想吃饱睡好。皇上萧景恒对她极尽宠溺，全力护着她的懒散自在。沈清燕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，每天最大的烦恼不过是今天吃什么口味的糕点，真正实现了入宫时算的那一卦大吉大利，躺着就赢。